我步行到了仁济育婴堂，见到门前地上还放着一排排的弃婴，走进堂内，只听到婴儿的一片啼声。堂里的司事对我说：“原来的奶妈本来就不够用，现在又有不少弃置逃跑，这怎么办呢？”我仔细想一想，就拿出2个办法：一面命在职的奶妈继续喂奶，其他婴儿都暂时喂粥汤；一面次晨在堂门口贴出一张招请奶妈的布告。许多弃婴的母亲都来应征，当天暂时解决了这个有孩没乳的难题。那天晚上我刚入睡，仁济善堂又有电话来说，明天上午7时，所有董事一定要到仁济善堂出席会议，因为难民问题，租界当局责成仁济善堂来处理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坐车到仁济善堂附近，见到成千上万难民阻塞道路，车辆无法通行，只得下车步行进去。我的老师丁仲英早已在那里正襟危坐，其余董事17人，却只到了7人。仁济善堂的董事多是地方上60以上高龄的绅士，虽然都很乐于为善，但是在董事会上议论纷纷，一时讨论不出办法来，认为这次的战事非短期内所能了结，对这批难民的生活如何解决，连续讨论了几个钟点，亦无结果。公共租界警务处当局派了一个捕头弗兰臣，所谓捕头，香港称为警司。弗兰臣是英国人，能讲流利的中国话，直属外事科主任，相仿于今时所谓公共关系主任，出席这个会议。他说，难民聚集街头，第一没有吃，第二满地粪尿，要是没有办法收容救济的话，抢米的风潮就会开始，要是米铺关上门，租界的市民也就不能安居了。如果你们有办法想出来，我们都乐于支持。善堂董事黄寒之对我说，我们都老了，你是最年轻的董事，应该想些办法出来。我想了好久，就说只有办难民收容所。收容所以庙宇、学校、教堂、戏院最为合适，只要把难民的数目分配好，有秩序的进驻，想来在这个时候，房屋所有人是无法拒绝的。另一方面，由仁济善堂按日供给白米，那就不至于闹出抢米的风波了。争先恐后逃离家乡的上海人民弗兰臣认为我这个办法很好。在座的董事们问，每个收容所由谁去管理呢？我说，就在难民之中选择有能力的人担当主任，负责自治和管理。大家说很好。于是我就请一位董事把施诊所的空白挂号卡纸作为临时难民证，凭这个证才可以进入收容所。于是由我和董事谢驾车2人办理这件事。为了避免人多口杂发生纠葛，就请捕头派2个巡捕去组织这些难民队伍。我走出仁济善堂董事室，门口挤满了难民，一路走一路拣选身强力壮又有能力的男性，先给他一张纸委任他做一个难民所的主任，请他进去参加开会。当时就选出80多个主任。这许多临时主任开会之后，就带领难民赴各处。我记得光是天禅舞台一家就容纳了2000名难民，玉佛寺竟容纳了4000多人，静安寺容纳了500人。主任之中有一位是虹口一家小学的校长温国勋，我对他说，请你担任第一收容所所长，率领200个难民进驻木耳堂，一切难民表格、领米证以及每天报告表等由你设计，作为难民所的组织资料。稿件到后，由10家印刷所日夜赶印正式的难民证和各种章则表格。这样
就把无数难民安排好了。第一天就组成了80个难民收容所。第二天，一切条例和表格渐渐印好，难民陆续来，由后援会继续组织，一共组织了380处难民收容所，安置难民的大问题也就解决了。处理这件事情，把我每天睡眠的时间剥夺了，以致寝食俱废，眼红刺痛，连声音都嘶哑了。好在每天看到报上国军英勇抗战，致使日军死伤无数，也可聊以自慰。潭洛闹市死伤无数战士的情况，以在闸北八字桥最为剧烈。国军发挥了高度的威力，日本军人死亡不计其数，这下子把日本人夸口3小时占领此地的狂言完全打破了。租界的居民无不鼓舞欢心。正在高兴到极点的时候，忽然大世界游乐场门前十字路中心由飞机上落下一枚大炸弹。这个地方原是英法两租界的交通中心，熙攘往来挤迫不堪。这个炸弹落地爆炸之后，死亡的人数达到1000几百人，伤的是无法统计。这天的早晨，有个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来说，他有病住在大世界对面的11医院，病已痊愈，出院后无家可归，要我带他说想多住一天。我心里颇不以为然，只说下午见面时再说吧。上午我就到仁济育婴堂办公，新收的弃婴又增多了，这让育婴堂人员毫无办法。被日军炸死的上海市民